大家好，我是强欧，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在币圈常见的几种骗局揭秘，它的形式复杂，而且比较隐蔽。这些骗局利用了加密货币行业的高风险、监管不足，伪装成可信的投资机会，巧妙的欺骗投资者。骗子们不断的设计新骗局，不断的创新手法，以更好的迷惑和欺诈无辜的投资者。许多投资者由于缺乏足够的行业知识，经常陷入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从而遭受巨额的资金损失。因此，我们要学习各种骗局，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在投资前做好充分的调查，是保护自己免受欺诈的最好方式。本期视频专为刚入币圈的小伙伴们准备的，有老大哥们可以不用听啊。如果不嫌弃，也可以重温一下。我将详细的讲解目前常见的几种诈骗手法，希望通过本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提高警惕，避免受骗。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貔貅盘骗局。骗子通过精心设计虚假的代币和夸大宣传手法来诱骗投资者。他们会发布一个看似有潜力的代币，并在各种平台及社群上大量的推广。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高额回报和前景一片美好来吸引投资者投入资金，骗子呢就会迅速的撤走流动性的代币，这些代币瞬间失去市场价值，那么投资者的资产也随之消失。这种骗局利用了投资者对新兴加密货币项目的热情，对高回报的渴望热情。骗子常为找技术文档，利用虚假的成功案例、夸张的市场前景来增强项目的可信度。他们可能还会使用知名人士的名字或伪造的合作伙伴关系来提高项目的吸引力，让我们防不胜防。为防范此类骗局，投资前应对项目进行彻底的调查，了解项目的背景、团队成员资历以及项目实际的运营情况，确保代币在去中心化交易所中有足够的流动性，避免流动性极低或不透明的代币。这是我们投资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啊，小伙伴们一定要记牢了啊。那接下来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钱包授权骗局。这种骗局在场外交易 USDT 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骗子通常会通过发送钱包的地址的二维码来伪装成真实的交易方，诱惑你扫描二维码进行付款。他们表面上看你以为是在将资金转入对方的钱包地址，但实际上这个二维码可能是一个恶意的合约地址。一旦你扫描了并且授权了跟这个二维码，骗子可以将获得你的钱包的访问权。那他利用了你的二维码和钱包的授权，从而他就无限制的转移你的资产。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对用户的二维码和钱包授权的信任攻击，手法隐蔽且高效，从而无限制的转移你的资金。所以我们在交易前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避免随意的扫描不明来源的二维码，并仔细检查授权的请求，确认其真实性，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安全。不要轻易的授权任何不熟悉的活跃地址，这一点是扫描任何二维码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小伙伴们。并且有授权提示，那我们千万别随意点确认 OK 啊！一旦你点下确认 OK， 那你就可能被黑客攻击了，资金完全被转移走，毫无疑问的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大家一定放在心上。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三个假优的骗局。在这种骗局中，骗子也会以低于市场价的 USDT 吸引你购买他们的代币，也就是正常的行情 USDT， 比如以太币本来是2500，他给你2000或者1900，低于市场的行情价，那诱导你去购买他的代币。他们就是通过这种虚假宣传和诱人的优惠，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交易。而且为了增加你的信任，骗子有可能会先承诺先转移小币真正的 UST 给你，以证明他们的代币是有效的。然而当你将资金全部转给他们后，
骗子会转给你一笔 USDT， 但这笔 USDT 实际上是无价值的假币。虽然它的名字与真实的泰达币 USDT 相同，但它不具备实际的市场价值。一旦你接收了这些假的 USDT， 骗子会迅速的消失，你之前转给他们的资金也会随之消失。在此骗局，这种骗局呢，是利用了投资者对低价交易和贪心的虚假承诺的信任，导致上当受骗。为了防止此类骗局，投资时应该保持警惕，仔细核对对方身份和交易细节，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低价或优惠的承诺，这样才能不会轻易上当。那接下来我们讲第4个代单老师的骗局。这种骗局是通常发生在鱼龙混杂的投资社圈里，骗子会自称权威的代单老师。这种代单老师常见的骗局，他们会在社群中展示虚假的大额钱包的余额，通过发布资产或者截图的视频来营造自己是成功投资者的假象。吸引到信任过后呢，他们会承诺各种的保障，不会亏损或保证高额回报，使投资者愿意跟他们的操作。骗子可能会就建议你按照他们的建议进行投资，甚至要求你投资到他们的优惠的项目或者某一代币中。等投资者把资金投入他们的项目或者代币中，最终骗子可能会迅速的撤走自己的资产，或故意推荐毫无价值的代币，导致你的资金迅速的亏损。因此我们时刻要保持警惕，核实代单老师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不要轻信高回报的承诺，选择信誉良好的平台，并进行独立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强哥一直在强调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不要想什么事情都是一夜暴富的那种美好憧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识别骗局，谨慎投资，要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也希望通过本视频，大家能够提升防范意识，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在币圈减少被诈骗损失的钱财。这样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投资观念，特别是我们新入币圈的朋友们，强哥一直在强调，我们前面可以开始模拟操作，对吧？等模拟操作有一点经验的时候，在小额的投资上一点手，比如50、100，我们摸清规律，多学习，有一定的经验过后，再增加自己的投资额度，让自己的小金库有点小零花钱，慢慢再往上面累积，再用我们的利润去滚仓，哪怕就算是失败了，那也是我们赚回来的，从中吸取经验，一步一步再成长自己。人生有一句话叫什么？每走一步都算，没有一步是白走的。我们的人生过程不就是这样强大自己吗？好了，本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本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请留下你们宝贵的订阅及赞赞，你们的支持就是强哥做视频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视频再见，拜拜。